是吧？这可不就是一个娃娃嘛，是吧？真是这样。好，物有所值啊。吴长硕这2年在市场上也流通也非常好的。对，因为吴长硕这个，我们这100多年的产生了就这么20来位画家，对，比较重要的。所以大家一看啊，这面墙，这一片全是吴长硕老作品，大概有5张作品，风格都不同，尤其这个还有日本表，有绢本的，有纸本的。大家一定来现场来看一看。是的，我们这几年呢，这个银座的这个海派也增强了，因为后来我们这个新进团队进入了一个马总呢就是从上海过来的，所以呢他对这个海派这块比较了解，对，所以他后来带来了一部分海派的这个比较精的这种作品。我们场呢这个吴长硕在银座卖的也非常好。那还是真不错的。而且看一看，让观众朋友们，对，你看这徐总你说的这个。你像这吴长硕，北方的藏家其实对吴长硕也很喜爱，很喜爱，非常喜爱。我们这个就说心里话，我们，从市场能够流通的时候，就买这些作品，因为就是这些人做，这100年就这几个人，对，一直到今天，花卉的鼻祖啊，都是拍卖公司的，无论哪家拍卖中国近现代他们都是打头的，他们都是最中流砥柱的以他们为代表，中国近现代全是以吴长硕以下为代表的这几个画家，而且这是版龄非常难得，画的是梅花，然后有一位老师说，刚刚看到王子武的人物了，可以看看吗？老师您要稍等一会儿，然后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一介绍的。对，那王子武那个是一件写生的那么一个肖像人物，画的非常好，可以看一眼，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可以先过去看一眼。对，而且这件作品应该也是王子武这个艺术，鉴赏会是吧？中国当代水墨人物4大家这出版的，这都是发表一个出版的作品嘛。对，而且是非常的好这件画了一个，是一个肖像嘛，这女孩画的是吧？一个知识青年嘛。王子武的作品每年在银座这个卖的也非常的好，我们经常有王子武专题。画得非常好，而且呢，他是跟那个范曾范先生他们都是同期的，对，他受蒋兆和影响，但是呢，比那个何家英他们要早一代人，早一代人。有老师问价格，我给看一眼。你看一下。价格对于王子武来讲，这个价格是价廉物美，非常的说句通俗一点就是便宜，真便宜画得不错，王子武也是历史人物，非常好画的非常的淳朴，对，画的非常的淳朴，染的也非常的好，给你感觉非常的生动，他说这个可能是这件作品呢，感觉呢说是早一点，就是受蒋兆和的影子稍微强了一点，但是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身上的饰纹衣纹画的也非常好。对，然后有老师问这个是穷款吗？对，就是穷款。因为这个作品呢，要让这个咱们这个感兴趣的这位观众来讲，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件画不能提那个盲馆，不是，就是说特别多的落字特别多的款式属于繁笔，是吧？然后有个老师说想看看沙孟海。沙孟海，您待一会儿。沙孟海那个书法在后面呢，因为现在这个银座拍卖公司这金秋的这个好的作品比较精彩的实在不少，对，实在不少。如果您有新的，您可以坐着动车6小时就到北京了。真好，这个原装原表，这是日本表工这是这个齐白石呢，可以说是300石银富翁嘛，这就是60多岁的，他画的这个虾画的也好。这个小虾米，他是后来以后70多岁以后变法才变成那种大的虾米，他后来全是画这种小河虾，画的非常好。而且精彩在哪儿呢？就这个柳树，它这个柳树是用这个柳叶呢，是用双钩的，是吧？完了画完了以后勾上叶金，真好画的，非常的文雅而且价廉物美。有一件难得的说价廉物美的齐白石开门见山的，而且这个东西看着这件作品还像原装原表，对，这种表工都是几十年的表工了，非常难得。
这个表工到现在这么干净啊，这画面保存的这么好，这一定都在俗称在大宅门里来的家里的收藏，它才能这样，否则不会这样。精彩，开门见山，而且也出版，都是出版的作品吗？徐总对，这张也有出版，是的，2023年的。应该是有人美大展览。红袍，对，人美大红袍的好30年周年纪念作品。其实徐总啊，这我跟您这个说啊，其实对于我来讲啊，这个件作品啊，出不出版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的本身，它一定要真迹，这是第一，而且画的要精彩。但是主要让藏家更有信心嘛。对，现在呢，大家呢说认出版了，说是2023年出版，是吧？但是出版这件作品呢，对于就一些藏家来讲啊，因为您是有别的职业嘛，您的收藏都是业余爱好，但是有出版是更好。对，所以现在拍卖公司呢，就是给你们把这一切事情争取能做到位，做到极致。我们把这个有的可能您不知道哪天您忽然间就查到了，哟，这出版是吧？对。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件事儿还是能做的。对，我们也一直这个致力于这个做这项工作，为的就是让大家在买到更好的作品的同时呢，给它加一些非常好的、非常详实的一些出处。对，让这个买家跟藏家更加放心，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那介绍一个这场夜场里的2张啊，一横一竖4尺整纸的2张齐老爷子的，现在应该说市场的高图，对，市场流通最好的高图，王雪涛的牡丹蝴蝶这张4尺整纸的，花开富贵，大家确实这个关注这一张啊，这一张有几个比较好的特点，首先是开门见山啊，4尺整纸。当年从这个天津文物商店出来的，表工基本没动，就是当年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一直是在藏家手里，从来没出来过啊，这是第一次在市场见面。还有一个呢，王学老呢，他因为属于这个白石老人的这个后辈了，他们在那个年代啊，他们确实给自己做这个出处的这种理念比较少，也就是说这个王学老除了一些这个杨柳青出版呀，有一些这个荣宝斋出版，大红袍以外，其他出版就很少了。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王学老的这个有出处的，尤其早年有出处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少，出来也是非常少。而且这本杨柳青呢，也不是合集，是这个大家每个人可能几件作品，每个这个大师几件作品。这件作品呢，就是1987年，从天津杨柳青出版社出版的。大家看一眼这个资料，这个是对这间画除了它本身也好啊，它就是最好。咱刚才讲了半天的，就是出处太详实了。因为王学老的出版确实在市场上流通的很少，早年的出版啊，非常的少。是。因为这个一定要大家都知道嘛，因为说在这行业里的收藏久了的人是吧，都清楚王雪涛呢，他是齐白石的一个高徒了，才华非常的高了，一个李虎禅，一个王雪涛。而继那个齐白石收了这么多徒弟以后，只有这个2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影响了中国这个画坛。小写意的，在中国的画坛当中啊，这20世纪里的小写意第一人就是王雪涛啊，而且他是彩印彩花。跟他的老师是完全不一样。他的老师红花墨叶是吧著称的，他是彩叶彩花，而且属于小点染。小点染呢，但是笔头并不小。这种画都是从他的50年代以后啊，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去写生，你知道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很了不起的画家。而且这件作品呢，一看呢，你看这种洋红用的这种胭脂红啊，很难裱起来，很容易跑。而且这种画呢，一旦一跑了，一晃悠就不精神了。如果你上了矾水以后，矾一大，它就显得糊了，好像有一层薄膜似的啊，有一层布膜似的，跟下了霜似的，这个也不行。但是表的也非常好，所以绘画这个爱好者啊，大家一定理解。经常说这个牡丹一画容易俗，不俗。其实您主要拿这个俗的牡丹跟王雪老的牡丹一比，您就知道什么叫贵气了。对，艳而不俗嘛。而且看它的款式和图章，这个就是标准的60年代的作品，60年代初，没错啊。这个就是那个不敢落比较多的款。对，就是庚子年了，就是60了、61、62。对，正好也那个年代。他62年，壬寅啊，到癸卯，就是对。刚才咱说那癸卯到今年都60年了，没错啊， 63年，就这一段时间画。再往后一点呢，就有了一些
社会上就有一些变化了嘛，是吧？对对对。而且他当年是历任过那个北京画院院长，没错啊，非常好啊。四世整指，第一次出来啊，第一次出来，而且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个健身还有一个老的详实的出处，所以这张应该是这个王雪老的一张非常好的一张作品，真好。咱转过身再看这张这个王雪，非常的少。然后刚刚有一位老师问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封面作品和压轴作品分别是哪一件？封面作品就是银座拍卖这个银座之夜的封面作品，就是张大千这个拓展的瑞士风雪。哎，对。对，然后老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点进去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这个视频内容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到。对，也是非常详细的介绍。来，刘老师给讲讲这个，稍微这个要比那个要晚很多了。晚很多了，对，那个件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牡丹嘛，它是60年代，60年代啊，60年代的，这已经就是70年代了，70年代，而且到79年啊，乙未年，没过几年呢，老先生就做古了嘛，对，是吧？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老先生画的啊，他从他的又有一种新的追求，他还是追求了中国传统的这个水墨，对吧？从他的笔头很大，也放开了，不像说早期那个画的有点碎一点，是吧？他这完全是大墨，你看完全给他放开了。但是他为什么是给大家一说就小写意呢？他就是因为他刻画的比较深入，就是说比起李苦禅他们来讲，稍微就是具象的一些，更具象一些啊，对，更具象一些。而且王雪涛呢，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学这个水彩西方绘画的一些影响，所以他的彩用的才好，颜色用的好。这件也是非常好，晚年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晚年这么大的作品，而且画的是荷花，实在是难得了，难得，而且是横幅的，王雪老的横幅，咱们市面确实很少见得少啊。荷塘清气嘛，清气写的是清曲图，完了还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小蜻蜓似的，对，这种叫浮游是叫什么？对，清曲嘛，它曲就说的是它趣味性啊，在这里头，而且这几笔草画的是太漂亮啊。在花卉当中呢，草是难表现的一种那个。这个也有一个出处啊，荣宝雅集的出处。对，大家看。对，在荣宝雅集呢，就春风浓艳出版专辑出版。那么说荣宝斋出版社呢，出版这些近现代的，像王雪涛这样的李苦禅，那就是权威啊。这画得好，横幅晚年实为难得的作品了，而且价格是非常的便宜了。这我一看啊。这怎么就这价了？是不是？咱们马上就要腾飞了，经济还不至于这价啊！真是那样啊！咱们就讲吧。对，你说那徐总，咱们看看这就是王雪涛的老师齐白石。对，齐白石先生，这个稍微早年一点了吧？早年的这个他说早也不早，这就是60岁左右的，就是20年代的啊，1920几年写的标准啊，书法也标准，画的也漂亮。啊，天竺，你看人家这种点染啊，这种墨韵、叶子的纷染啊，太好了。这张跟咱上一场拍的有一个金菊那个螳螂那个年代是不是差不太多？就差不太多，都是那个时期的啊，都是那个时期的，而且字你一看就是那个时期的，就是那个时期的，画的非常好。而且他这会儿画的时候，他还非常的认真呢。对啊，比较讲究一点，从他的枝干呀、穿插呀到叶子的。有一些藏家经常说这个时代的价格比较便宜一点，对，实际上我发现有很多藏家还就喜欢这个时代的这个作品。他就画的讲究嘛，比较讲究。对，你看它的叶子眼影是吧？前后从它的墨韵、用墨，它的用笔就是很舒服呢，让你感觉从它的穿插是吧？银座这几年拍什么老来红啊，还有几个这种作品都是这个时期的。这都是天竺嘛，是吧？都是吉祥的意思非常好，点的也漂亮，点的也漂亮，是一件非常好的作品啊，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价廉物美。对，这个啊，真是好，意思是多文气这画画的。这也是齐老先生，齐老先生跟他的那个儿子是吧？齐子如对合画了这么一件作品啊。上边呢题这个诗堂呢，这是白石老人题的。这种字都是20、30年代的啊，早一点。这是他儿子齐子如画的虫子。那么这件作品呢，那么一看呢，这个表功啊就得几十年以上了。你看到齐子如他为什么这点红啊？你看他为什么有水湿呢？他是他那个颜色，这个颜色里头它含胶大，你知道吗？它时间一久了，他就把那蒂子呀那点给漆了，就是让那胶把的，明白吗？我们一说就把嘛，俗称拿住了他这纸拿的，
所以通过常年的这么过来以后，它就形成了这种印儿吧，哈，水印儿，画得非常好。而且您就冲这篇字也值了，对，是吧？冲这篇字也值了。西门市这篇字。然后有老师说想这个多介绍一些书法作品，书法得转到后边来。对，老师您要稍微等候一下啊。等一会儿，您别着急啊。对，您别着急，咱们且讲嘛。这都是齐白石嘛，哈，多子还是又传带篆书是吧？这个就是90多岁了，90多岁了，你看辛猛嘛，是吧？91岁，兔年是吧？兔年，这还一张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张。也是非常好的，这是晚年的了，而且这个，你看它这小鸡啊，它这个用墨的这种效果啊，现在出现这种效果就是素墨了。我们俗称也叫宿墨，宿墨就是过去咱们睡一宿，是不是？咱这睡啊，就这宿，就是过了夜的墨，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研完了以后呢，它没用完，它又搁下了以后一盖盖儿，等着它第二天一用，它效果反而出奇效。黄宾虹专门画宿墨，对非常好，非常好。哎呀，真是为你们高兴啊！这徐总争了这么几，这个虽然说量不大，是吧？但是呢，这作品呢本身呢质量非常的高，质量非常高。这是1939年，也是开门见山的一张齐白石，非常开门了。虽然没有这个详实的出处，但是确实是比较开门的一件作品。对，应该是从日本回流回来的。这我跟您说啊，这徐总，您像我来讲，主要是看这画面的本身。没错。我不管他哪出的，说今天说有一张假货，说齐白石送给他了，我也不信，我就做到这一点了，对，是吧？我看的就是画的本身。看作品墨分5色表现的淋漓尽致，完了大笔头3笔，还有这个融融的这种感觉，水沁出来。对，无论他的确实是用笔写这篇啊，写的是非常的好，是字太开门了，对，非常的典型。好，非常的好啊。这是我们这个买家的246谢图是吧？6谢图真好，66达顺嘛，是吧？对，有一位祥老师说，这个刘老师麻烦讲一下小尺幅的齐白石和张大千的作品。小尺幅，对，这就小尺幅，您这说着了，这尺幅啊。对。然后刚刚那位这个易老师问这个怎么辨别是宿墨？怎么辨别？对，那您得那个到现场来看呀，我只能我给您对着现场给您来讲宿墨什么样，这素墨啊。对，是的。而且一定是盐的。如果今天呢，您要想画宿墨，我告诉您，您把那墨汁啊倒那墨海里头别动，搁上它1星期，一犯臭的时候，您再用的时候，它就跟宿墨一样，它画出效果不一样。这件呢，咱们书归正传啊，这件是一个卷本的画的是荷花鸳鸯。这种作品是最拿钱的、最值钱的作品，因为它太吉祥。对，是吧？鸳鸯嘛，是吧？大家就都知道它的寓意了。而且上边这个河头呢，那个荷花啊，咱们看这叫并蒂莲，这一个挺长2个河头似的展开的，其实它在一个挺上，是吧？它叫并蒂莲，而且它是尖钩带血的嘛，它是先画了以后，完了又一钩。这种画法都是在70多岁左右，60到70岁左右嘛，他这么画。而且这件作品画的，从整个表现来看，看啊，这是一个卷本，应该是卷本的。看这件作品是非常的开门了，非常的好。从鸳鸯到荷花的运用的笔墨，到上边这个花头的钩，到书法，是吧？到它这个词骨这一项。这个剑是开门见山，卷本，这不是纸本，卷本是一个卷本，是卷本吧？对，卷本的也有出处，21世纪这个美术档案出处的。对，这个东西我老感觉这可能不知道在哪本书里头，老旗子里头应该有一个发表物，我是实在不敢查了。为什么呀？我这个毛腰啊，我来回翻那书能要了我命啊！真的是，真是。就是刘老师讲这个可能还有惊喜，对，有别的出版，有惊喜。就是这张东西，刘老师感觉像在以前很早的一个出版物，对，有出版，可能我们这个还没翻到，但是这个因为齐老的出版物也确实比较多，很多，这也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如果有藏家对这个东西比较关注、比较喜欢，买了以后咱们共同努力啊。
共同努力，没准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周版。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便宜啊，是，而且这个是荷花鸳鸯，这是最卖钱的、最讨喜的这种作品了，这是齐白石，非常好。刚才好多这个玩家说有几个书法，咱就给他讲3张书法作品。老说要书法，银座之夜，对，讲3张银座之夜的书法作品。来，您对这个一个吴长硕，一个于右任，一个张大千，对，这个不是吴长硕吗？对，咱们就从这儿开始讲吧。这个讲讲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刚才有这个观众朋友不是说一定要讲一些书法吗？对书法特感兴趣是吧？书法感兴趣啊！来，大家看看你做的这个这几张好的书法作品。哎，徐总，你看啊，这是乙丑年了，乙丑年牛年1925年了，1925年他27年就过世了，这是最晚年的作品了。这就是大家就说什么篆书了或者钟鼎文了，你们就去想，或者石鼓文吧，是吧？反正他是从咱们中国这原始当中这些东西过来的，有钟鼎文，有石鼓的，是吧？它属于篆书，它写的是非常苍劲了，是吧？写的非常的苍劲，而且这个它跟这个慧英女士啊不必，这个一定不是一般关系，因为老先生这会儿已经是烈士暮年了，可以说是，对，是吧？壮心不已，岁数这么大了，是吧？2年以后就做了古了，他还能给他写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这么一副对联，其实给老先生当时累得不善，体力不行了，其实体力不行了，再写成这样作品，而且又写的还是篆书的，是吧？写的非常的好，而且这件作品呢，应该是非常的开门了就是我看非常的开门。这是上海文物商店的一个旧藏，哎，你看。对，然后刚刚幸福老师说讲完了，最好讲一下价格，因为我们抖音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个挂链接，所以不太方便讲。然后我们每次的话呢，会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展签，然后上面是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估价、大概的介绍。对，然后裘老师问什么时候拍？我们是10号早上9点钟正式开拍。可以，刚才刘老师讲了，说这个上款人一定不是怂主，当然了，这个人叫潘慧英，是谁呀？蔡锷的夫人。哎呀，你看看，对，你怎么不早说呢？对，是不是？这吴长硕见着蔡锷，咱们的将军，是不是啊？也得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是不是？蔡锷的夫人，所以上款人也是。对，那好，那太好了。完了，有一个10年的一个这个名家，楹联的这么一个精品的集中的出版。所以大家这个一定关注一下啊，这件作品一定关注，非常的合适，非常好了，非常的，咱不能说便宜是吧？便宜有辱咱们的这个书画艺术，是不是？价廉物美啊，价格非常的好。那么这件作品呢，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于右任是不是？书法嘛，这就专写书法，这个大家属于书法艺术啊，它属于书法艺术，这于右任呢，那咱们就是国民党元老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先驱者嘛。而且他这一生当中呢，是写字呢无数，而且他离开了独辟蹊径，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面貌。而且中国后来的草字编，就是于右任编的，而且写的非常好。我每次看到于右任的字啊，像他这样的字，我都在想，在中国这个20世纪啊，一直到末。这100年写的最好的就是于右任，林肯之书见得多啊，对，这种的大笔头的，这个当然这还有一个故事，这最早第一次的出处也是从银座出去的是吧？对，当时应该是17年左右，真好，17年左右，当时应该是180万左右卖出去的。现在呢，又60了，60到80了，太值了。而且这写的又回到咱们这儿来了。对他这都学咱们这个就中国早期的一说北魏嘛，是吧？三国两晋南北朝，学那会儿了，你知道吗？到那会儿到现在都多少年了，是不是？万缘放下，一念单提是一句佛语。现在大家佛家收藏的，对这个佛语也是比较追捧的。就这段时间啊，您好，所以大家如果喜欢音乐家喜欢书法的，大家一定有朋友来现场看一看。您真正见到了书法作品本身了，您才能理解到这个东西的好。对，一定来看看，也给我们提意见。完了呢，咱们互相学习嘛，相互的学习，相互的探讨。对。于右任好在哪儿呢？你看他这个是以什么呢？以行书的笔法来写这个魏碑，对吧？他就写的非常好，而且行书笔法写魏碑，对而且势大力沉。
笔墨啊水墨给的也饱满。而且这个你看，它就是1/4尺，1尺宽，也就是33公分嘛。但是你感觉这个无限的给你放大，你感觉这个很宽，是可以放，是不是啊？哎，很宽，它就非常的壮，非常的饱满，而且词儿也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万缘放下，一念单提。这万缘放下说的是世俗嘛，是吧？一念单提就是说你做事儿啊，要认认真真、一心一意的、专心的去做，哎，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因为佛家这东西，哎，我是酒肉穿肠，我是佛祖心中留，真是那样啊，真是那样。写得好，这个真好写的啊。66年的一张这个当代现代作品，这都是晚年的了嘛，是吧？丙午嘛，是吧？马年，1966年，66年啊，没错，这都是晚年的了。晚年的张先生写的还是有他的个性嘛，而且后来他这个都学那谁嘛，曾皙、曾东冉还有李卫清这2位大师啊，当时国学大师，是带了那个张载宪是吧？收他为徒，而且他呢，你看他晚年的这种影子呢，虽然说是行书，他形成了自己的面貌，也有他的老师的一种影子在里头啊。这就像一个人一样，就是一个轮回嘛，从零开始，最后归零。逐渐又显现出他年轻时候学老师的那些书法的影子，又带出来了，很了不起。喜欢这个书法的这位先生啊，您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您要关注这个3幅书法，而且这都是对联儿。对，对联儿最好的啊，是在书法当中，中堂是一个对联儿是最好的啊一种形式。右任这要写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就买了啊！真是那样啊！你还没放下呢哈？我还没放下，我还真放不下。这广阔还真放不下，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还得搏一搏。我们这来看看这2张，顺带的，然后这个银座的黄胄作品，黄胄先生。哎，一看到黄胄啊，1979年，这是大病初愈嘛，他这后来啊，他是病了一阵子，他这意志非常的顽强啊，是黄胄先生，差点是右手改左手画，这就是黄胄先生。后来慢慢的自己在练呢，又好了以后又是右手画。他是我们中国20世纪中西结合的，继徐悲鸿、蒋兆和以后最成功的一个画家。而且他的这个贡献啊，和他的是中西结合，和就是西方的绘画的一些透视啊、色彩啊，和中国绘画的这个笔墨结合，他的这个成绩要远远高于他们这2位老师，真是的虽然说他是学习徐悲鸿是吧，但是他的绘画成绩，他的这种表现形式跟他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跟语言是要高于徐悲鸿。马上就能看见一个学习红的例子，而且画的真好，而且生动，绘画饱满，而且黄胄好在哪儿呢？它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包括点景没有不会画的，对，而且画的都非常的筋道啊。对，给大家这块还要特意讲一下，为什么刘老师比较推崇黄胄先生呢？刘老师除了这个比较广泛啊，就是涉猎比较广泛，收藏尤对这个黄胄是比较爱的，是早年80年代就开始，黄先生在世的时候。是，基本上的作品都是由刘老师这本流通出去的。是。今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在西安出了一件作品当年就是出去的，后来怎么赚到人家鉴定收藏，又买回来，又在拍场又见了这个全是这些故事。所以刘老师对黄胄一个是钟爱，一个是了解颇深，最重要的就是过手极多，极多。我们中国近现代市场卖出去黄胄，我们可以从我们手过出去得有80%。对，真是的，不管是丈二批也好，什么库尔班大叔也好，我们卖出去10张库尔班大叔，我们得卖出8张去，全是过手了，就是钟爱嘛。因为当时黄胄还是新中国培养出了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画家，对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就是黄胄。而且这个确实，这个在您的这些比较爱好的这些忠粉之里头，也是这个黄胄先生这么多年的一个好的推手。黄胄先生在80、90年代的时候，价格卖的就已经不俗了。是。咱当时对比一些很多的这个，它的价格已经也很到位了。拍卖场多早就进入拍卖场了。是，比起这个齐白石啊这一类的他。你这说的徐总，而且有些事情一定让当今的一些人一定要知道。其实，在文革期间，70几年漫画，黄胄是有指标的，
啊，就说国外人有人来了说想买画是吧？哎，包括日本有人说买画，今天我想买10张，那是不卖的，最多就卖3张。啊，它是有指标的，有控制的，这就是黄胄先生，而且早就成名了。55年拿了一个那个世界大奖嘛，是吧？青年大奖叫洪荒风雪。其实那张画最早叫柴达木风雪，啊，但后来给挖了啊，那就画的那就非常的好了，啊，非常的精彩。刚才刘老师讲到这个说这个黄先生有这个画一乌鲁木齐徐悲鸿的影子，从这个竹子这大家就能看出来有这一点影子。对，没错。大家看这个徐悲鸿画竹子，跟这个黄老画竹子，他还是有所突破的，有所突破，水墨有所突破，要用的更娴熟一点，感觉哈。咱们自己感觉，这不，他的用笔呢，虽然说你一看这个竹子像徐悲鸿，但是他比徐悲鸿画的要大气得多，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对中国绘画笔墨的一种理解，个人的爱好，个人爱好，对理解，对，画的非常好啊！而且他的从竹子关节到竹叶子的运用，你看着简单，这个竹叶都是一笔就得成型，如果一笔不行，就乱了，是吧？而且呢，他用现代的一些这个技法跟绘画啊方法，而且画着一个古人的诗意，佳人儿，佳人儿在那北京嘛，人儿是吧？叫佳人，哎，天安翠皮秀，日暮已修竹，啊，这是杜甫诗意啊，特别长这种诗我也真背不下来了，真背不下来了啊！今儿画的真好，用一个传统的诗意画一个中国现代的少数民族，画得好，画面非常的饱满，而且尺幅也大，价格也非常的合理了，啊，真是不错。你们有很多好的精彩的作品哈，陈代宇，对，陈代宇先生，对，这都得讲讲。这个陈代宇先生呢，陈代宇先生张庆仲是吧？张庆仲是咱们一个著名的一个收藏家啊，一个华人，也应该是华人，张庆仲啊，华人收藏家。陈代宇先生也是齐白石的高徒，没错啊，他只是落在南方了啊，南京，哎，落在南京了是吧？落在南京。你看他使的这图章全是齐白石给他刻的，这全是齐白石给他刻的，给他刻了很多的图章，而且也对这个徒弟呢还是比较钟爱。对，老爷子虽然后来呢晚年了呢，去南方很少了，但是去他也得满招待嘛，是吧？老师来了。画的也不错，也是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一个崭新的面貌。以鸡为题的，基本上这种题对多，还是一个非常有才的画家。凡是这些画家呢，说学习老师啊，进行那个首先是继承，是吧？继承完了以后，大部分就搁在那儿了，就是说发展就没有了。你看齐白石弟子众多，真正能够说继承而发展的，跳出他老师的也有几个人。无非就是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什么陈代宇。您再说说别人，许麟如、徐老也算一个，是不是啊？就没有了，就很少了嘛。咱们这场还有一张许麟如、徐老特别精彩的一张作品。对。而且有的那些画家，就是说老师的这个徒弟啊，这学生说，虽然说有了自己的面貌以后，但是他不成功。你这就完了，他没有形成自己一个独特的面貌，或者是说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完了。这要是说在商品当中啊，你要像那个李苦禅、王雪涛呢，就是路易威登，是吧？像这个可能就是阿迪达斯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都形成了自己的那个品牌，这就很了不起了。对。大家都这本书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对。文脉中国书法专长，这个来看这个，李可染那个刚才您讲了吗？咱们那个木牛图，木牛图可以讲啊，那可以好，看这两张啊。对。有位谢老师说，待会儿看看旁边的谢志柳。谢志柳，可能刚才在后边，他这一眼就扫到了，扫着了。那老师稍等一下。对，您稍微等一下，谢志柳啊，谢志柳，您看这个剑是。这就说了，也是这个高徒，齐白石的高徒，学齐白石，而且跟他的老师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你仔细看呢，你看他的牛的里边的用笔，包括他腿，他包括这个牛的犄角到缰绳。哎，刚才咱们讲了齐白石那个牛了吧？你看他这牛的这犄角，到他牛鼻的那种虚的处理，到这缰绳，这不都跟他齐白石老师完全是一样的吗？对，如出一辙嘛。处理方法是一样的。但是说呢，李可染也是一个鬼才啊，他形成了这个都是60年代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的一些画，
而且画的是看山图，画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而且这件作品的尺幅也好，而且画的也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的真。他这款也好。其实李可染先生呢，现在在市场流通的牛呢，真的并不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其实有的呢，真的呢，反而大家给误判了，实在是可惜。就是没有真懂，是吧？爱买花热，买热闹，都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画，这画真在哪儿他不清楚，所以就是市场上有点混乱。但是现在好在哪儿呢？现在李可染家里呢要出一个李可染全集，现在正向这个社会呢广泛的在征集，对，所以你们买了以后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出版。这可是我们中国20世纪也是顶天立地的大画家。这背后这张山水就有李小可那个鉴定证书的。对，这张山水，这件吗？对，有带李小可先生的证书是吧？对。这写着呢。对。这个是画井冈山一个初稿的嘛，是吧？这个可能就是画的呢，没有老头呢，当时画的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呢，他就给裁了。裁了以后，可能又另起炉灶再画嘛，是吧？他这就是画了一个半山嘛，是吧？整个底下什么都没有，就画山头那一块，跟远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款子呢是这个东西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款可能跟这个画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老先生的李可染老呢，可染老是后提的，这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您看的时候不要把这张画的整个的这种形式和笔墨的表现形式跟他这个书法联系在一起，您不用联系，这可能是后提的，这是80几年的字，明白吗？这画呢应该是7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对，也经常有没落款的这种。有后提的很多。对。来转过来再看看这同年代的双牛图，这张李可染，这件作品非常好，这件作品真是很好的这件作品这叫卢堂净度图卢堂净度图也叫韦堂净度图三裁的，而且画的好，这60年代开门见山的好。有位老师问我们今天有徐邦达的书法吗？徐邦达的书法有一个叫鉴真画廊您可以买完了自己用，是一个匾，专门给一个画廊题的。还有徐邦达的画呢那个不得了，学花心罗。对，这张画非常干净漂亮，开门见山，而且是圆琢圆表。这张画呢，就是可惜的就是上边这一点这一点这个可字这一点当时是裱画的时候不认真，你知道吧？把底下给一翻活给它翻掉了。明白，这个是太可惜了，就这个点他应该在这个画这边上他有一个横，他可能当三或者当什么的，是吧？他给翻了，这个可惜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画得好，然后还有一位老师说，看看孙奇峰老师，也是您稍等一下，然后您净点这名头，这不是这些天津的，您这名头小了点儿。现在我们银座是一个大牌，现在介绍的是夜场的精品拍卖，您那些在我们网拍什么的有的是。老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视频内容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件李可染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的作品。这个也是，就是60年代的了。对，60年代。这是银座的这个李可染专题。真好。这谁提的呀？这是。字写的还不错。正差还是欧阳兴。正差不错。咱们说句俗话，正差不错。归木图。这就是秋天来了嘛，是吧？然后有老师问这个傅抱石的作品，还有一位老师问有没有岭南画派的作品。岭南画派有，杨善深的，这个赵少昂的，高剑父的全有。对，然后其他岭南到岭南4节到这个岭南3节全有。对。然后还有人问有齐老的山水吗？齐老的山水，齐老他平地的山水来了李可染，咱们先说李可染您看李可染的山水，这个就学齐老的，这完全学齐老的，这完全学齐老，完全学齐老。这个是60年代的嘛，是吧？他从写生当中来，又走进传统，又学他老师，他就跟拉锯一样嘛，写生，回来学传统，学传统又学生，反复的这个历练，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而这也非常好雨山水跟下完雨后青山嘛，夕照中，对，湿淋淋的，给你感觉非常的生动，是不错的作品。这个老师的影子非常重而且都出版过嘛，你看这个是吧？
它这个是90年在佳士得出来的，你看最早的一部出处是90年，1990年在中国佳士得拍出来的。然后有老师问我们什么时间开拍，我们是10号早上的9点钟开拍。对，大家可以搜索这个银座小程序，先看看作品。银座小程序里有我们这个4本专场里的所有作品，打开以后呢有高清图，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从这个微信小程序里拉起来，输入银座拍卖小程序就可以。对，然后老师如果说有这个不了解或者找不到的话呢，可以这个私信我们的客服老师啊，然后问他们要一个这个就可以了。好。对，然后有老师问有高博平的作品吗？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要问那个咱们银座拍卖的徐总，我也不知道，真不清楚啊，真不清楚。可能当代的，当代的。然后还有老师说想看张大千的作品，你也是这个稍微等候一下，因为刚刚有很多老师点了很多的作品，然后我们这个稍后会一一给大家这个都欣赏一下。先让他们看看这个李可染，中国山水画那个20世纪啊，咱们是文革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把山水画家就是李可染，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跟那个雨衣山水，下了雨以后湿淋淋的，这就来了，雨过青山是吧？雨过山青，可染啊，这都是60年代的山水，而且它是这件画的是更饱满一些，更饱满，内容丰富一些。这个都是通过50年代啊，它是写生，通过写生回来以后，形成了自己的初见端倪。已经形成了他的那个面貌的一些影子了，而且笔头很大，很豪放啊，设色也很简单，是吧？这个中国的传统画它就没有丢开这一点，就是浓墨淡彩，而且这个的出处是山右美术馆啊。提到山右美术馆，这是山西的一个非常大的藏家的自己的一个独立美术馆。它的这个基本上现在市场流通比较好的、精彩的张大千都是在这本书里的。百年谐音，对，非常好。这本书这个质量非常的高，而且人家这个山水是开门见山，没有一点毛病，60年代的，对，一点毛病没有，非常精彩，好就是好，是吧？对，然后我看到有很多老师都在问各种各样的这个作者，然后以及这个长安画派呀，然后等等的啊。然后老师们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看我们的预展啊。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北京的千禧大酒店这个预展这2天，今天和明天都在预展当中啊。然后老师们如果说这个没有办法过来线上想看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然后到时候您跟他说想看大拍的拍品到时候他会把这个详细的地址给您。对，是那样啊，而且环境也好，酒店里也暖和，您在家里哆里哆嗦的是吧？对，是不是挺好？环境也好，玩的欣赏咱们中国绘画的艺术是吧？对，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您看，我们讲到刚才李可染，继李可染以后，我们又出现了吴冠中，对，他们都是时代造就了他们这个时代。你看吴冠中先生呢，我们不能拿那个中国传统的笔墨说绘画水墨呀，或者说笔墨的来这个要求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这些画呢属于美术他不是中国的那个传统的这个表现形式，它属于美术。美术是什么呢？也就算那个新的一种表现形式吧。西方的新的一种表现形式，比较这个表现形式，这个潮流的。现在这个他的这种作品呢，我觉得吴先生在中国这个画坛上呢，是出现了这种崭新的一种表现形式，面貌跟他的面貌，我觉得也是功不可没，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们说到齐白石，你看他画这个藤蔓这个树不管是古松还是囚龙松盘龙松的，那么他画的是黄山嘛，是吧？他能把黄山给意象成这样，意象，这就是这个上升到艺术。对，他这一笔跟那个齐白石画那西方比较好的艺术家的一种这个意象的这个作品。对，现在也非常受推崇啊。对，吴冠中这几年市场一直很坚挺，而且价格一直是属于比较这个稳固的。你要说现当代吧，这就是鼻祖，是吧？对你看人家这个囚龙松这个松树你看跟那齐白石画，而且跟这个吴冠中跟他的老师林风眠又有所区别，他自己又跳出来了。是了不起，也是了不起的一个大榜样。色彩用的也好。我们这场因为这个有这个董寿平的这个专题大家可以从那个手机上
专门找出来看看。董世平的作品非常多，银座在之初的时候呢，曾经做过5大名家、10大名家专场，其中呢，董寿平董老也是我们主做的一个专题啊，作品呢也是非常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对，认可。所以呢，这个在银座买这个董老的作品呢是应该放心的。对，这2年董老作品呢有所下降，而且下降的很厉害。但是呢，对于这个山西的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喜欢文人画的这些朋友，董老作品其实还是非常好的，笔墨、水墨，是，尤其黄山作品，过去像一张黄山作品都得要上百万，是，基本都是这个，对。甲子年嘛，这是1984年画的董老的作品。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董老的作品，因为画的非常的好而且山水的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没错，从传统当中来对完了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风格面貌。银座这场呢，竹子、山水、红梅、粉梅，董老的作品非常的这个比较全面，是吧？对，又全面又丰富，题材比较全面。所以呢，这个一类咱就不讲这么多了，但是一定大家来现场关注一下，多看看，画的还是不错的，很好。雨后黄山啊，对，非常精彩啊！您别看这么笔简意繁，这都是中国绘画那个典型的代表了。这是沈鹏，沈鹏先生写的也好，是吧？沈鹏先生写的好，对，他学何兆基，何老师是，他学何兆基，而且有点受那个林风眠的用笔的影响，他是中锋，行笔很慢长锋而且是中锋。行笔很慢，而且他这个结构呢，还离他那个就是常写的那种形式的，还不一样。陈老师现在这个当代在世的这个草书大家吧，算是还是真是的，他这写的还稍微的节字什么的，还就是笔画还多，还具象了一点。他有那简笔的，你一看那个形式结构有点学何兆基，而且他有点受那个林散之的影响完了形成自己的面貌。我觉得那个沈先生来讲在近些年嘛，我觉得继启先生以后，在美学书写当中，我觉得沈先生写的是最好写的不错。是不是也做古了，沈先生？没有在呢吗？还在呢。今年去世了。你看，我是做古了吗？那我还真没说错，做古了。有老师问有范增的作品吗？范增有啊，有很多，而且有咱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会儿给您讲那个。对，非常好。这个先说这个黄永玉大师，大家看一看，黄永玉大师这6尺整张画的雪山黄山莲花峰这是冬天的雪山这个黄山，冬天的这个黄山，而且黄永玉先生他跟吴冠中先生是一样的，都属于美术这个范畴之内的，不能拿这个中国绘画的传统的绘画语言来去评判他们而且才华过人非常有名。当时2里2黄嘛，说的就是黄胄黄永玉当然黄永玉先生呢，但是从绘画这个成绩上来讲，说不如他是这个黄胄，是吧？但是他涉猎各个方面比较多，什么文学了，对，各个方面有版画了，全才，他设计的比较多，而且黄老算是个老顽童，对自己的人生爱好他自己有一个独到的一个见解，也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语言嘛，对，是吧？还是不错的。这2年黄老的作品，因为这个也好像是今年。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确实挺好。而且这幅画的气势也挺大，是吧？不错，挺好。红山莲花峰，为你们高兴啊！下一张，这边就是书法对，您刚才不是想讲书法吗？再看看这张张大千的书法。这边还有书法。这是一个张大千。这幅好啊！我看这个就是标准的了嘛。甲戌冬蜀人张元，1934年，这画的是到此欲交日月，回头又是蓬莱，是吧？这个秋风吹出并莲开何处长安尘埃？雪下玉龙游戏，月中青女徘徊。眼前玉照锦江来，是吧？筋骨纷纭玉垒，
贾诩东蜀人张元，这是西江月。西江月，哎，这曲牌叫西江月，这写的非常开门嘛。徐总，这个就是他30年代的。3、4年可以还说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4尺整纸，原装原表，原装原表，性价比极高，大家关注一下啊。而且写得好，写了一首《西江月》，而且这是4尺的大中堂，过去叫这个您家里得高，又高又大才能挂这种那个作品的。完了，大家要关注说这个有没有出处的话，它即将出版于这个荣宝2023年的荣宝雅集啊。哦，荣宝斋出版是吧？对。哦，那很好了，因为咱们荣宝斋是。性价比很高啊！大家一定关注这件作品，这非常的，从这个藏家这儿拿出来，这个是比较也难得了，难得，价格写得好啊，写得好，真漂亮。你看他3几年啊，3几年，35岁，1934年，人家30多岁就写出这种字了，是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面貌了，为他今后已经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很了不起。你说现在有几个30岁能写成这样了？在自作词的西江月，你做不了，这甭吹，是吧？然后有位丁老师问，刚刚的那个董寿平的梅花能不能看一看？哦，梅花可以看一眼，可以看。然后老师说想看范增的作品，您稍等一下。看完梅花，咱们就去看范增作品。范增、黄胄都在那边了哈。梅花报春图啊。哦。行，这一件呢，就是咱们这个董寿平先生的娄师白题是吧？这一件作品呢，应该是董老呢稍微偏早一点的作品，也就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那一时期的作品啊，就是6尺整张嘛，画一个红梅图，而且又有这个娄师白先生题是吧？对，还非常的不错的这么一件作品，而且尺幅也好啊。这个您这样是啊，回家去重新的给他是赠他一下，赠上它，就是说把这画赠在背板上，它就非常的平整。我比较反对就是带这种玻璃有机板的，我让这画在外面带着绷上的，特别好看，它雅，对，又平，真好，红梅赞。董老的作品非常多啊，大家一定关注，因为这个4尺整纸的呀，还有这个粉梅啊，三彩的都很多。咱们现在带着大家赶紧看一看这个，对，看一看这个范增先生的作品啊，位置，然后有老师问有没有赵少昂的作品？有，一个咱们那个封面的鱼就是赵少昂的作品。封面的鱼哈，来，对，然后老师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然后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然后要到我们这个拍品的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个方面不太方便讲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找我们。银座一直这个致力于这个名家品鉴专场，名家品鉴专场的其中一位呢，范增先生也是我们主推的一位。从银座这个买范增的作品呢，就有一定的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保障。我们可以协助呢帮助办理一些这个范增艺术中心的一个鉴定证书。是的，第一，第二呢，我们对范先生的这个把关呢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喜欢范增先生作品的人一定来现场，一定关注银座，看看这个对联呢，应该是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钟馗，这张对联是给钟馗写的。对，圣人金袍千秋月嘛，王者仪容旷世雄啊！这写的太好了。丙子1996年嘛，是2006年，96年应该。96。从他的字体一看，这是96年的。而且你们银座这个说做这个范增先生的作品啊和拍品，可以说就是绝对专家了。真是专家，这也毫不客气的讲真好。这是一张书法作品，完了再给大家看看这张作品，这就是可能刘老师就比较喜欢这个年代的了。是79年，因为79年，那时候画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还有这个非常的多，历史典故非常的多，非常多的。而且这会儿的范先生作品呢，我喜欢这会儿为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影子呢比较强一些，对，它就是。因为我喜欢有一些笔墨嘛，哈，所谓笔墨里呢，就是笔情墨曲嘛，是吧？它各种的墨的这个变化跟它的韵律，是吧？而且中锋的用笔，而且意境非常好，而画面给的饱满，
这张作品为什么说让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呢？这个满题写这个蒲松龄先生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出身写的这个，对于蒲松龄先生这种作品，这个范先生本身画的不是很多，有出处的，唯一现在我们知道的已知的就这一件，大家一定看啊，这是在这个1985年出的这本《范曾引草》里头出版的这么一张蒲松龄，所以说是已知蒲松龄画像人物画像里头，这是唯一一个我们见到的有出版的，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高，而且呢，从来在市场上没有见过。这张的第一手的出处应该是范先生的这个前一个夫人叫宾宝华先生，应该是从他们那个手里出来的，所以一直是没有在市场流通过。今年首次来的。对，有一位这个幸福老师就是说的，是吧？自题签吧？自题签。对，从边先生那儿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自题签的。对，就是范先生当年的自题签。而且这件作品呢，您看，这就是80年代初期的表工，他就跟这个79年、80年刚刚改革开发这会儿，就开始有表工了。表这张画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应该就20多块钱。这叫宣和表，也叫两色表，对，假宣和啊，假宣和表那会儿。非常好，而且保存到今天也是。起拍价60到80万，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高了，非常高了。这段时间从香港还有一些其他城市，范曾先生的拍卖作品呢，成交额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大概在1个平尺、0点几平尺的都卖到了20万到30万。所以最近的这个范曾先生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银座这次呢有一个范曾先生的专题，大家一路看过来啊。您看下面的这个老子出关，这都是首次在市场上见的，来，大家转过来看，这是钟馗，这是4平尺的钟馗，它基本上题材就很丰富了。范先生的钟馗作品，这也是流通量非常大的。还有转过来这个，大家看三才的这张老子出关，这都是首次在这个市场上见，非常好啊，性价比也都非常的高啊。雾银2008年啊。对，于老师问我们拍卖的时候有直播吗？我们拍卖的时候应该是有直播的，有直播的。然后老师想要了解我们拍卖的更多信息，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啊，然后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去问他们，然后到时候会帮您解答。为什么说这回的这个，而且我们的这个元素还非常丰富？刚才有人提到说范先生，您看这件作品啊，这是范先生的一个隶属学的。对，有，你看啊，对，他就70年代的作品也有提头的，这是说画面有时候必须要的啊，他必须得具备这种能力，这就是他这写的也非常好啊。红宝贝属于对，也就是说他不光是那种大家说的那种字是吧？是，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嘛，对，这都是汉隶嘛，是吧？而且这个还有09年的一些出处啊，我们这次作品里头很多都有一些这个老的这个出版跟出处，所以大家一定多关注。多关注。除了我们能这个协助办理一些证书以外，我们还是对。如果您那个要喜欢这个钟馗神威图啊，您买了以后呢，您觉得这颜色呀，这朱砂牌不够红啊，我们可以找范先生给您添上几笔，再添几笔啊，染红一点。这不是这辟邪嘛，是吧？辟邪嘛，钟馗神威图。这都是辟邪的，挂在家里头是吧？往这一坐，省得晚上做梦啊。确实真好作品，咱们就是笑谈啊，因为介绍时间非常长了。柳宗元这是捕蛇者说啊，应该这都是他70年代的。你看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故事性非常强的一些作品。对，他画的都是大部分是历史题材嘛，历史名篇、历史的题材啊，而且这会儿笔墨呢用的比较大。墨色你看它这个叶子什么的，古树画的变化也多，就是皴擦点染全具备了。墨韵的变化也多，就是浓淡干湿的，非常好。我就喜欢他这会儿的作品。历史人物的这个表情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柳宗元《捕蛇者说》，这《捕蛇者说》是柳宗元写的，是。这好桑麻絮语丙寅1986年这就是长画的长。还有这2个小画啊，大家照一下，这个就不多过多解说了，画的非常的好，对，性价比奇高。范曾先生的这个精的作品里，表的也好，性价比奇高。起拍价就是它的底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起拍价就是它的底价。真好啊，这所以对于想收这个范先生作品，
你看这个，翻过来，石山作寿，这个范先生啊，1987年嘛，是吧？这个给朋友写的这名字，这个文好，这个，因为现在书法横批嘛，这个跟这个大家都是比较讲究，而且现在风行，是吧？对。而且石山作寿，你别看这几个字写的也好，文也写得好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对。这就是范曾先生。我们说完范曾先生，给您介绍这一档呢，这档呢有一个吴作人，我发现了。对。大家看看这个吴作人先生也代表的作品。吴作人先生呢，一定大家要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国这个美术上不可缺少的一位大师。对。他是历任那个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那个书画家协会美协主席，地位非常高，历任时间最长的就是美协主席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就是吴作人。吴作人先生后来过世以后才是晋上仪，就是97年过世以后，画得非常的好。他也算是徐悲鸿的学生，后来也拜齐白石。你看他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是有齐白石的影子，但是他不像齐白石画的那么着实。他所谓什么呢？着实，他就是水大，水画的大。而且你看它这种它的墨韵啊，跟这简单的这个金鱼，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像齐白石画的那个小鸡啊，齐白石画的牛是吧，都是这样，一笔就完，一笔就结束。其实他这种绘画的这种习惯跟用笔，跟这种墨韵，其实就受他老师齐白石的影响。小而精，关注一下，那个上款稍微有点故事，这非常的难了。老舍的侄子。老舍的侄子，舒玉贵吧，师傅。舒玉贵。他是一个老舍的侄子，而且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管他叫师傅是什么意思？他是裱画吗？对，我听说是一个裱画师，舒玉贵。是故宫博物院。而且这个呢，像吴作人先生这带慈姑的这种这种的画很少。对，真很少。都是2条鱼。目前呢，从这个嘉德拍卖呢，我看了看，到目前你们银座这儿，保利还是荣宝斋，我还没有看，可能像吴作人这样的鱼仅此一件。就我从雅昌网上看的，仅此这么一件，非常难得。只是大家现在把它遗忘了，真是不应该。对，这是我们美术界的霸主。对，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那李可染见着都害怕真是那样地位非常的高。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也是齐白石的门生大家不应该忘了。很可惜，而且很精的一件作品，真非常的精，非常的好。帐子纸，这种纸叫日本帐子纸。它就这么宽，不用裁这种纸，它宽度就这么宽，长是无限的长，只要你去裁去吧，它就这样。它的脾性比较大，非常好。再讲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再讲2位吧，2位海派吧。聊这2位海派之前还没讲这个程十发人物画家，完了还有一个山水画家是陆延绍，讲一讲。刘老师讲讲这个程十发作品。这件程十发丁巳1977年，就是说70年代末期了，是吧？画的，它属于一个墨本，晚年又提了提。他呢就是一个程十发呢，就可以说是什么呢？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方的一个人物画家，典型的一个代表。因为他的绘画成绩也很高，而经常有人拿这个南城北黄，对，其实人物画。对，我就是那会儿说嘛，就是南方就是程十发，北方就是黄兆，2大人物画家，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自己的特点，非常有他自己的语言嘛，表现的语言特点，而且他画的也是新人、新画、新内容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非常的好。看看这个，可惜一点，这家里有做锦鲤的，买这挺好。这就是晚年一点的了，1988年嘛，是吧？画了《九如图》，是吧？九如图，1、2、3、4、5、6、7、8、9 9条鱼，还是非常的吉祥，尺幅也好，晚年了就这样了，10条，是吧？真好，颜色用的很好啊，很漂亮，这都是受那个西方绘画的影响，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刚才有人说谢志者嘛，这2个谢志者，一个这个咱们都是海派的，这是咱们的海派专题，所以大家一定关注陆延绍。你看这张山水
刘元绍是1981年是吧？晚年一点画的是青城山、雁荡山。他这种题材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而且横幅的少，画的还是非常的精彩。他是受了那个学中国的传统嘛，后来又受黄宾虹影响呢，自己呢又形成了自己这么独特的一个面貌，还是不错的啊。陆老呢，当时我们也是说呢，就是北方呢就是李可染，南方就是陆元绍。当然傅宝石先生属于他们上一辈的了，对，因为岁数不大，但是成名太早啊，所以就归在上一辈了。那么就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大家从这画面上感觉反正对，很漂亮的，很漂亮。谢志柳独到的自己的语言，是独到的自己语言。谢志柳就甭说了，谢志柳他这一个泼洒的嘛，跟张大千也是非常的好朋友嘛，是吧？对，他们而且一块儿到敦煌去写生什么的啊，还是非常好，亦师亦友。也对，他们非常好的朋友，而且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面貌。谢志柳，而且也是当时位置非常高，又是著名的鉴定家，收藏家。我们南方著名的鉴定家就是他。对。徐邦达，这都是北方的著名鉴定家。对，其实当时徐邦达他们都是跟那个谢志柳都是上海滩的嘛，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后来他们这个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那个目录的时候，要全世界走访嘛，他就是鉴定组组长。位高权重。转过头来就是他的夫人啊，看看他的夫人这几张海报。陈佩秋先生，也是在2020年刚过世。是啊，她这是一个女画家呢，在咱们这20世纪女画家里来讲，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了不起的一个画家了。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看呢，我觉得这个陈佩秋先生啊，他画的比他的这个老公啊谢志柳啊画的还好，有点想法。有点想法。他当时在银座拍出来比较这个工笔的两个鸭子，我记得当时拍的很贵。真好，分色的也不错，而且这都受那个西方绘画语言的影响，还是非常好，也挺好，挺好的。这个，那行了，这个银座的叫伉俪。那咱们就说，咱们怎么讲呢？咱们还有这么多这个，不是，那就不行，就明天看时间吧。今天就到此了，因为这个学习。对，咱们明天继续讲那个咱们预展的时间、拍卖的时间。预展的时间、拍卖时间。预展呢是今天、明天2天，也就是8号、9号。在那个北京银座呢，在千禧大酒店的2层，这个展览厅有这个预展。今天呢能到9点，明天到8点半啊，大家一定这个关注好时间，可以过来观展。完了呢，后天也就是10号上午的9点，我们就开始拍了。这个拍卖的顺序呢是跟我们书的这个顺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依次往下一路拍下来，一直到夜场结束。